长老们说，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不能用刑致死，不可以造成永久的身体损伤，也不可以造成容貌的损毁。看来，公子羽在长老面前费了不少口舌。不过，在满足以上3点同时，让你痛不欲生，求死不能，不难。看到那些酒了吗？云芷弟弟的每一杯毒酒，都足以让你后悔到这世间走这一趟。你想问什么？奉执刃大人之命，给云姑娘送餐。执刃大人的命令，你们也敢不听？监侍卫，把东西给我吧，我这就去通报。你是无风之人吗？我是。大人，监凡侍卫在门口，说奉执刃之命，送鸡汤给云纹山小姐。鸡汤是百草萃鸡汤吧？公子羽可真爱你啊！怕我用毒逼宫，宁愿自己冒险，也要把百草萃给你。可惜，扣下来。是。监侍卫，实在抱歉，宫上爵大人不准送尸。你是不是偷偷去前山了？没有啊。是的，我是去前山了。家族禁令，除非宫门紧急情况，不得踏出后山。你把家规全忘在脑后了吗？执刃大人有难，算不算宫门紧急情况啊？强词夺理。我错了。前山好玩吗？不太行。比起冰雕玉砌的雪宫来说，差太远了。其实很好玩，前山非常大，我差点迷路，感觉很有意思。不知道执刃大人有没有危险？执刃大人那么聪明，应该都能化险为夷吧？我觉得，执刃大人此刻一定遇到了危险，需要我们的帮助。不装了，走。鸡汤都不让送。宫上爵猜到里面有百草萃。宫元芷的毒药这么恶毒，不知道云姑娘能不能承受得住。你这不废话吗？多少铁骨铮铮的江湖豪杰，受得了千刀万剐，但都扛不住宫元芷的锥心之毒。哎，不行，我要劫牢。劫牢？就我们俩？听说你们缺人手。
们怎么来前山了？当年有个小屁孩，骗我说要带我去宫门外面，看花车、放天灯、看火树银花美好世界。多年之后，虽然那个男人没有实现诺言，但我们还是因为他而离开后山了。走，大闹一场。不过，你们得先去找公子商。找他干嘛？你不会还想带着他吧？你带着他只会纯添乱。我必须要带上他，我得问他借点火药用一用。你们先去商宫，我准备点东西，过一会儿来找你们会合。嘿，好，不错不错，感觉还有调整进步的空间。花公子，什么？你居然是花花公子？是花公子，后山雪月花三大家族的花公子。那你又是谁啊？雪虫子，你不好好在后山养雪莲，偷溜到前山来，这可是坏了后山的规矩。我要是告诉雪长老，你完蛋了你！雪长老温文尔雅，顶多骂我2句，罚我面壁思过。但花长老脾气暴躁，武功高强，要是被他知道你屡次、数次、一次又一次的偷溜来前山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咱们都不说了，互相扯平好吧？告辞。哎，那可不行，我们正好找大小姐帮忙干件大事，但这个大事正好缺个打手，不如你随我们去了。找我？找我干什么？大小姐，我想问您借一样东西。什么啊？火药。是你。好了，我可以问一下，我们拿着这么多炸药，到底要去哪里啊？地牢背面的外墙。我们去干嘛？我买通了其中的一个守卫，问过了云围山牢房位置，炸掉外墙，劫牢救人。告辞。告辞。哎，你知不知道这要犯多少条家规？我爹会把我打成猪头。你们见过过年放在饭桌上的那种大猪头吗？我真的不行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子胜，我需要你。我公子商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为了我的好姐妹云为山，走。走啊！这儿，哦，不好意思，耽误时间。哪里啊？后院。快快快！
哥哥，云为山招认了吗？哥哥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需不需要我去陪？别跟来，危险！带云为山先走。月之弟弟，怎么浑身都是血？不是我的血，是我哥的，快！哥，快去叫两个师傅来！快去啊！需要帮忙吗？不用。在我眼里，你就是我亲弟弟，我都不害羞，你怕什么？你不是说昨夜整晚担心无法入睡吗？快回去休息吧。绝公子身负重伤，我怎么可能睡得着？虚情假意。我其实早就知道你是谁了。孤山派后人，嫁入宫门只为了寻求保护。你根本不爱我哥。原来绝公子已经告诉你了，看来他真的很信任你。当然。你们和公子羽之间本是亲兄弟，为何彼此之间还要下这么重的手？公子羽为了保云为山，不惜同族相残。
哥哥一直担心宫门内斗分裂，被吴风趁虚而入。如果因此导致宫门四分五裂，公子羽就是宫门千古罪人。以我对绝公子的了解，就算他被公子羽金凡他们围攻，也不至于受这么重的伤。那要不是因为我跟内宫出了问题，什么问题啊？药已经涂完了，这里有我守着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辛苦远之弟弟了。给绝公子熬点白粥，里面加点人参提气，记得把粥都捣碎了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平日里绝宫都是侍卫，怎么今日不见了？每隔一段时间，芷公子都会遣散所有下人，只允许自己守在绝公子身边。说是绝公子要修行内功心法，不能被人打扰。每隔多久呢？差不多半个月吧。这样。如果说我们任务是一样的呢？七月流火，无量功德。那若我告诉你，你想要的我能给你，如何？那得看你问我要的是什么。杀了宫尚爵。夫人真是说笑了，这宫尚爵和死去的宫焕宇，两人都是通过三关试炼的执刃继承人。整个宫门里，属他们俩武功最高。就算论实力，魑魅魍魉里的我，都不一定拿得下他们。你指望我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每半个月，他都会处于内力大幅消退，甚至有2个时辰内力全无呢？之人，应该易如反掌吧？哪一天？你想要的东西，就藏在后山。等你真的杀了宫尚爵，我就告诉你具体地址。我怎么信得过你？你可以赌啊。进入宫门之后，你会爱上宫门的人吗？绝无可能。
占月3时，即朔月、小望月和残月。朔月，起手制敌，刀气无形，去势无踪，只攻不守，刀走偏锋。云雾千里，望月东川，不止风息，无破无斩。小望月为缠斗招式，持久消耗，一勾一画，论引刀锋，做到动静相并，滴水不漏。残月寒沙，星火触金，路不留行，心随神动，神形合一。最后一式，残月。东西都收拾好了，赶紧出发吧。这是什么？朔月西万定，望月经济海，残月重归元，战月神子生。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战月3式刀法心得。我和宫尚觉打斗太激烈，刀有些卷了。突然想到父亲的书房有一块上好的底石，所以来找。却在底石下面找到了这个锦囊。看来冥冥之中，老执人一直护佑着你呢。子羽，姨娘。我刚从祠堂回来，听闻你们半夜炸了地牢救云为山的事，这宫门上下都乱成了一团。子羽，为了云为山，值得吗？姨娘，我不愿骗你，但此刻还不能跟你说实话。待之后，我再全部告诉姨娘，好吗？你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了。你既不愿说，我自然不会勉强。你们父子俩真像。美。是吗？等你从后山回来，姨娘也有话对你说。也是此刻不能说的话吗？行，那等我归来，一定找姨娘好好聊一聊。像小时候那样吗？吃着糖葫芦，跟姨娘有说不尽的话。说实话，确实好久没吃到姨娘做的糖葫芦了。你馋了吧？姨娘给你准备好，等你回来就能吃到。好。果然姨娘最疼我。我走了。保重。你也是。怎么会闹这么大呢？
下手没有轻重啊！我们是去救人的，又不是去杀宫上爵。现在怎么收场啊？你先把我脸放开。休想！我们也没下多重的手，只是没想到3个人各使一套符血3式，联合起来威力会那么大。仓促之下失了轻重，而且宫元直的暗器确实不好对付。云姑娘呢？刚刚已经送回房间了。公子羽呢？他刚还走在我后面呢，人没了。他不会受伤晕倒在院子里了吧？执刃大人已经直接去后山了。又来又来！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小朋友在这跟我火上浇油。宫门。宫门家规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打扰或阻拦正在参与3关试炼之人。所以，就算要处罚执刃大人，那也得等试炼之后了。而执刃大人一旦通过试炼，那公子羽就是名正言顺的执刃，然后惩罚执刃可就难了。我们现在就去长老院帮执刃争取时间。花公子，你去找你爹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穿成这样，谈何体统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本来就没有什么天赋，还要天天浪费时间和公子常混在一起。之前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你，你现在竟然……你要气死我呀！爹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华家一直没有研制出更厉害的武器，五峰势力一天比一天大。我只是想和公子商一起研制出更强的武器来守护宫门。住口！不自量力，不知轻重。华家因你而蒙羞。爹，爹。公子，史公子，公子羽去后山了。这个时候他去闯关试炼，元直，哥，公子羽一旦进入后山，我们就拿他没办法了。我现在去阻拦他。别去，他已经学会了符血3式和斩月3式，你打不过他。光明正大的比武，我可能赢不了，但我的暗器，不相信他可以躲得过。你也不看看，和他一起劫地牢的人都有谁？雪公子、雪虫子、花公子，还有之前帮云为山掩盖身份的月公子。虽然不知道公子羽用什么办法收买了他们，但现在他有整个后山帮他撑腰。长老虽然更艺术于我，但他们肯定不愿意看到宫门内斗。我们不能和公子羽硬碰硬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让他真的大摇大摆地当上执刃吗？不，云为山的存在，就是公子羽最大的软肋。所以，你要和上官浅一起合作。按照我的计划行事。上官浅，他值得信任吗？哥，有什么计划告诉我就行了，我一定帮你做到。有些事情，只有他做得到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
花长老，你很聪明，知道立刻来后山。我要提醒纸人，这第三域可不像前2关那么容易，多少宫门杰出英才都败在了第三域。行败力者半九十，花长老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掉以轻心的。第3关的内容，由小儿交代给你。决任，我先走了。花公子真是气宇轩昂，样貌不凡呐。只是和我印象中的仆人打扮全然不同啊。你小点声，我爹还没走远呢。你这么怕你爹啊？废话，你不怕你爹啊？这把刀倒是挺秀气，眼光不错嘛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把刀，我们花家族把它称为云之羽，因为太轻太薄，就像用云朵编织成的羽毛一样。云之羽。那我当上职人之后，能拥有这把刀吗？你如果通过3关试炼，这里的每一把刀都是你的。不用，我就要这一把。岳长老，你之前中了迷烟，现在已经醒了。知人炸了地牢，把你救了出来。知人为了救你，现在已经和整个宫门为敌了，所以你不能再留在宫门了，你必须走。我知道，我是无锋杀手，虽非我所愿，但依旧满手血迹，杀人无数。宫门不会允许我做知人夫人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走。为了你自己，你也得走。你和银雀很像，但是我因为自私，自作聪明的想要留下他，结果却断送了他的性命。不想知人和我一样痛苦。其实每次见人落下来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人活着不过就是一口气，生死瞬间，痛楚不过须臾，有何可怕？可是后来云雀死了，我才明白，不是这样的。生与死割开的，是山花烂漫之时，不再有人并肩相看。是雨夜窗鸟悲啼，不再有人抚慰伤心。
13世同堂之乐，白头偕老之情。而我，亲手斩断了世间的念与爱。你喜欢我吗？不喜欢。我所身负之罪，这辈子都无法赎清了。可是你已经自由了，但愿真意是假的，你可以离开无方，找个僻静的地方，找个踏实之人，相守一生。我答应无风来到宫门，就是为了获得自由。我不想再害人了，找个僻静的地方可以，但相守一生之人就不找了。我早就找到了。在此之前，你不要让知人大人知道，否则他是不会放你走的。你放心。但在那之前，我想多陪陪他，最后的日子。我想多留点念想，也好让我支撑以后的日子。看到前面这些刀了吗？第3域的试炼内容就是由千年玄铁铸出一把新刀，然后我会在这6把刀中选出1把，用它来与你交手。你若能用你铸出的刀把它砍断，就算试炼成功。6把刀，那我是要把这6把刀全部砍断，还是说只要任选1把砍断就行？6把，时人未免太小看这些刀了。那也得看执刀之人是谁吧。反正你的本事我也知道，我感觉你也打不过我。古话说过，英雄赤手空拳难敌莽夫神兵利器。我一会儿偷偷告诉你每把刀的弱点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然后你再选1把你觉得能砍断的就行。以前的试炼者都是盲选，我是看在公子商的面子上才帮的你，够意思吧？你这话也就骗骗公子商。你是害怕我过不了试炼，被长老们问责的时候自己也逃不掉吧？哎呦，我的爷，你可一定要能通过啊！这花都还没开呢，怎么就摘了下来？因为没开的花，才会永远被人记住。他最喜欢白花。我记得公子以前说过，他不喜欢花草，为何单独会喜欢白花？哥哥是不喜欢，喜欢白花的是狼弟弟。
在哥哥心中，活着的我们永远比不上死去的狼弟弟。狼弟弟是怎么死的？狼弟弟死在了10年前那个改变宫门的冬天。父亲，回着了。天天混在愚公，到底哪里才是你的家？别人都说上宫是愚公的根本，你就认了。有这些时间，不如好好照顾你弟弟。爹爹，我错了。你错了，只可惜我现在是个废人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不是的，爹爹，您还有我，您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吩咐。女流之辈，你能做什么？上宫只能等你弟弟长大，才能重振辉煌。10年前，与宫门联盟的苍东霹雳堂，为了躲避吴风的追杀，向宫门寻求庇佑。宫门破例，让霹雳堂全家16口人进入宫门。可谁想，这竟是吴风的阴谋。他们全都是吴风的高手假扮的。在那次袭击中，宫门代价惨重。父亲一辈，除了宫宏宇和宫流商捡回一命外，其余公主和成年男子，大多数都战死了。明明是宫门第一大功，如今却成了众人眼里的笑话。那女人和孩子呢？躲进了后山的密道里。那为何狼弟弟会？娘，
弟弟。娘，弟弟。无风久攻不破，只能被迫撤退。但宫门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后来，我一直活在自责的阴影里。那时候尚且年幼，为何要自责？因为是我最后一个到的暗道大门。正是因为我的晚到，才重新打开了密道的大门。狼弟弟才趁机偷偷跑出去，拿回歌颂他的最心爱的短刀。本来死的应该是我，而不是他。如果那样，这辈子哥也不用如此痛苦了。这孩子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，喜欢虫子，不喜欢人。父亲死了都不哭，没有心的，跟虫子一样，冷血。怎么受伤了？被灌木上的钉子划到了。宁愿流血，也不愿流泪啊。我为什么要哭，要流泪？因为流血可以告诉别人你的身体受伤了，而流泪可以告诉别人你的心受伤了。有时候伤心和难过看不出来，需要眼泪去告诉别人。为什么要告诉别人？可以让别人分担、安慰。那流血伤口也不用别人分担安慰啊。大概因为伤口可以结痂，而伤心和难过却永远无法愈合吧。后来，他把这把短刀送给了我，把我当成弟弟，让我跟着他习武。我弟弟去另一个地方了。你别哭啊，我做你弟弟。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找把刀，我马上就回来哦。你不要走哦。我不走，你也别走了。这把刀送给你。真的送给我吗？我也可以练刀啦！我也可以练刀啦！你怎么这么开心？因为从来没有人送过我礼物。那你要我送你什么礼物吗？我已经收到了最好的礼物。
虽然哥把这把属于朗弟弟的短刀送给了我，但我知道，你觉得现在就一定比旧的好吗？在他心里，谁也代替不了朗弟弟。但那又怎么样？现在我就是他弟弟，所以我要做的比任何人都好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不好，如果做得够好，现在哥的脸上应该每天都挂着笑容。我和你一样，努力做了各种事情，只是想看到他脸上露出微笑。但好像我从来都不知道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他眼里有江湖道义，有家族重担、宫门荣辱，却唯独没有他自己。我和他一起长大，他好像从来没有追寻过什么东西。直到遇见你，我很羡慕你，也很感谢你，因为你让哥哥第一次有了自己想去追求的东西。是吗？人们靠近一棵大树，总是会赞美它的枝繁叶茂、繁华硕果。人们总是会看见它的参天之姿，却从来没有人去关注它那庞大而又沉默的树根。那树根埋在阴冷而又黑暗的泥土里，无怨无悔的深深扎进坚硬的大地。却也是这些无人问津的根系，支撑起了所有向上的力量和枯荣。而我哥，就是那不说话的树根。我养虫养草，常常拨开泥土，寻找药材。我每次挖开大树的根，都像是看见了他的心。我可以感受到他外表坚强，内心却十分柔软。从今往后，他可以示弱，可以不用一直逞强。他有我，也有你。可别人不允许。江湖不允许。把你视作神明的人，并不会喜欢附身于尘埃中的你。
这么着，原来这就是祝德用的千年玄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你需要一人助你祝祷，你可以带上你的绿玉师一起前往祝祷之所。绿玉师，金凡啊。可他发誓，此生不再进入后山。我已经申请过了，为了这一域的试炼，他可以跟你进后山。长老院已经派人通知他了，应该已经在来华宫的路上。这也是因为公子上的面子啊。这么照顾我，那我得跟你说一声谢谢了。希望你完成祝祷之后，还能说出这声谢谢。方才听说，公子羽已经通过第2域了。回爹爹，是的。这第3关，他是过不去的。公子羽前2关过得都很顺利，这第3关与前2关不同。想当年，我就是在这一关败给了自己的软肋，用自己的贴身侍卫做人祭，我做不到。用贴身侍卫做人祭，爹爹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自古铭记葬英魂，而老祖宗认为，这魂就是用活人献祭，附着在上面的信与念。那贴身侍卫之魂，最能代表斩敌护主之意。执刃大人，我来晚了。我备了这几日所需要的食物和水，你看看还需要带什么？不用了。2位，第3域试炼开始，祝你们好运。公子羽，我希望你成功，也希望你失败。金箔啊！我的老天爷啊，又要触犯家规了。好好躺着，别动。没想到你跟我走了一样的路，既然选择了，就坚定地走下去。你后悔吗？从来没有。你知道半月之影吗？那你很幸运，你们那一代，吴凤还没开始用半月之影控制你们。也从未尝过半月之影的煎熬之苦。可若你曾饱受身心折磨，也知道一旦背叛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你还会坚定不移地选择进入宫门吗？
个人都有意思，死得其所，心就安宁。我们害怕的是不知为何而死。就算重来一次，我也不会改变我的选择。我想你也不会。子宇是值得托付之人，我从小看他长大，早就把他当成我的亲生儿子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他，令他心伤。那你呢？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你是无名？你这样隐瞒的，不也是在伤害他吗？等他通过3月的试炼，我会告诉他一切。外面那个盒子是当初老智人留给他儿媳的礼物，我现在把它给你。想想我方才的话，不要辜负真心待你的人。你在梦里看见的记忆，闪着光，淋着雨。我把岁月布置成棋局，等着你。每次相逢都是运气，每次离别都是叹息。缘分在等，刀锋落笔。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，像谜语，没谜底。我用回忆缝合了冬衣，每一帧都是你。一眼瞬间忘却天地，执子之手，弹字无意。落字无悔，红尘不弃。我跨越山水奔向你，找到你，抱紧你的心，不在乎他们的提醒，我抱紧了风铃。这无关输赢的赌局，黑白棋落下的痕迹，圈出一片小天地。我用尽全力奔向你，拥抱你，呼喊你的名，撕开天地所有风雨，斩断了